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中国房价最高的年份在什么时候？不是在2021年，而是在2017年到2018年。2021年，我们说全国的房价进入万元时代是一个均价的算法，实际上在2017年到2018年，房价更高。当时全民抢房，全民都在讨论房子，房价一天一个变化。当时被称之为涨价去库存。那么在2022年的今天，房地产仍然在去库存，只不过这一次的去库存和2017年到2018年有着明显的区别。今天呢，我们就来讲一讲为什么去库存就非要涨价，中国的房价用哪几种方式可以降下来。如果大家有什么不同的意见，都可以在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。首先呢，我们来说这个从2016年年底就开始呢涨价去库存，那波的去库存呢，是因为政策的调控迫使房价上涨。怎么个调控法呢？就是当时1、2线城市开始限购，不让大家在1、2线城市买房子了。但是当时呢，很多人买房子是有需求的，房价还没有涨，于是呢，把目光转向了3、4线城市。当时呢，还是价格洼地。同时，在大家进入3、4线城市买房子的时候呢，知名的开发商也开始入驻3、4线城市。当然呢，当时3、4线城市还在大量的拆迁，当时呢就是货币化安置，这些钱呢也同时到最后流入到了楼市当中。所以呢，在那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3、4线城市的房价在短短的1、2个月的时间，就从均价3、4千涨到了7、8千，甚至上万，接近1、2线城市的水平。尤其是东南沿海的3、4线城市，价格涨得更猛。而当时购房的主力军是谁呢？是第一次买房的人以及改善性的群体。第一次买房的呢是被迫上车，因为房价呢一天一个变化；改善型的呢是因为想趁着这个房价涨的时候多卖一些钱，再换一个环境好的小区。那有人说，为什么不是炒房客呢？当时炒房客很多，我这里要告诉你的是，当时的炒房客只起到了一个媒介的作用，它帮你完成了财富的转移。什么意思呢？你看到当时的炒房客，他们有资金，他们能够拿到优质的资源，但是这些房子在短短的几个月内都让购房者给高位接盘了，他们呢在中间赚取了利润，但最终接盘的是我们老百姓，所以呢这就是一个财富的转移，它只是一个媒介而已。好了，当时的情况呢就是大量的资金流入楼市，迫使房价进一步的上涨，到2021年房价呢进入万元时代。但今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个楼市全面的放开这个调控，是吧？全面的松绑，这个呢在过去20年都没有的。你比如说降低利率，降低首付，利率降1次不够，我给你降3次。作为这个城镇居民呢，不领情了。为什么？第一是在2017年到2018年那波去库存的时候，很多人套牢了。第二，这个3年的疫情让很多人收入减少，不敢买房子了观望。再加上呢，现在这个房价涨不动了，对吧？过去呢，很多人是因为房价涨才买房子，但是现在这条路行不通了，所以很多人就观望。那怎么办？今年的去库存又给了2个重点：第一，鼓励农民工进城买房子，给补贴；第二，鼓励事业单位的这个员工进行团购就是消化去库存。但是我们说，我们的房子一直在建，开发商不断的在拿地，而且呢空置率又这么高，很多人呢又用2套房、3套房，以这种方式来消灭库存的话，我觉得不太现实，因为呢建的比卖的还要多。那有没有什么方法来降低中国的房价呢？为什么房价就不能够回到合理的范围？我们不能够呢以房地产来发家致富呢？其实呢办法是有的，但是呢我们说目前拦在我们面前的一个拦路虎，就是说房价高位稳定，因为也不可能直接一下子降成白菜价。你要知道一个数据，就是说中国的城镇居民96%以上都拥有1套或者2套房子，这还是2020年的数据，可能到现在已经99%的家庭都拥有房子了。如果现在房价一旦跌成白菜价，意味着现在我们大部分老百姓手中的财产直接缩水了。
那相信没有人愿意看到这样的结果，所以只能够呢温水煮青蛙，高位接盘以后再想办法。那我们呢要究其原因，有4个方法，也许呢可能从根本上去降低这个房价。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地价和开发商的问题啊，地价我们知道呢是由地方政府控制的，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土地呢又是一个拍卖的制度，也就是说呢10几个开发商一起呢来买这块土地，谁出的价高，谁就能够拿到这块地。正因为呢是这种模式，很多地方的这个地块呢就出现了溢价成交的一个状态，对吧？很多地方呢出现了地王，也就是说呢，本身这个城市的房子均价也就才7、8千块钱，但是呢，我拿地的价格就已经到了7千、8千。那你可以想象一下，这个房子呢在卖的时候，那基本上就是14000、15000的这个售价了。所以说，竞拍制度是否能够进行改变一下，又或者说不能够让开发商一家独大，因为开发商一家独大了以后，它涉及到资金方面，又因为呢我们是预售的制度，所以说不管是金融风险还是说楼市的风险，全部是由消费者或者说购房者在承担。那我们可以呢借鉴一下德国的模式，可以指定个人或者是企业来进行建房子，但是地价、房价、租价全部是由政府说了算。那这个时候呢，开发企业或者说开发商的利润空间不再是无限的放大，而是有一个恒定的标准，它也就呢成为一种工作而已，而不是成为一种敛财的工具。第二个方面呢，就是银行方面。我为什么要说到银行方面呢？因为银行是和房地产高度捆绑的。为什么我们说现在很多法拍房，就是因为很多人还不起贷款了，房子不要了，直接给银行。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烂尾楼？就是因为开发商问银行借钱，我还不起了，我直接把房子给你，成为烂尾楼，我不建了。但是银行作为一个金融机构，要你的法拍房，要你的烂尾楼，又有什么用呢？他只想收回贷款，但是这和银行在之前过度放款有很大的关联。对于开发商放款，那有可能也是过度的；对于普通老百姓，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总之呢，只要你有需求，我就放款。所以我们现在老百姓的负债越来越高，家庭的风险越来越大，抗风险能力越来越小。所以呢，无节制的放款导致到没人敢消费，没人呢敢去创业。那么如果银行在以后能够这个审核标准严一些，或者说通过一定的改革，对于老百姓购房的这个贷款有所节制的话，或者想办法降低利率的话，那有可能房价呢也会迎来下降。第三呢，就是说回收闲置土地。那过去20年，很多开发商为什么手里面能够大量的囤土地，就是因为他看到里面有差价可赚。当时呢是没有规定他拿了地什么时候建房子的，只不过呢是最近几年才开始说，你拿了地必须在2年或者3年之内进行开发，如果不开发进行回收。到现在为止，开发商负债很高的原因不是他不赚钱，就是因为之前过度的拿地闲置，到现在导致到资金链断裂，现在还有很多闲置的土地没有被开发，这其实呢也造成了资源的浪费，有很多还是核心地段的土地。那么这个时候，如果政府能够大量的回收这些闲置土地，然后呢以政府为主导来进行建设大量的公租房，建设大量的商品房，以政府的定价为准，而且呢要限制交易的次数。就比如说新加坡模式，对吧？你要是买公寓的话，你一生只有2次机会。第一次呢是我没有房子，我要买一次；第二个呢是我住到一定年限以后，我要进行改善型的购买，而且这中间呢可能会间隔5年、10年或者是15年，它有一个时间的限制，从根本上限制交易的次数，然后降低房产的热度，那么炒房客就不会再存在。第4个方面呢，就是全面的落实房地产税。我们说呢，为什么我们现在去买公寓、写字楼、商铺，它的税费很高？即使一个30-40平方的公寓，它的税费有可能就达到8万到10万左右为什么会这样？就是因为它有房地产税。所以呢，我们再看整体的商业地产上面，交易量并不是太多。如果住宅能够全面的铺开房地产税，人们的持房成本增加，
那这个时候，我相信大家最多只有2套房子，不可能拥有3套甚至多套房子。这样的话呢，市场上能够释放出大量的优质房源，进一步的拉低房价。可能呢，大家呢对于买房子就没有期待，而是有需要就买，没有需要就不买，甚至呢不会再去关注房价。不知道呢，大家还有没有更好的想法？欢迎呢在评论区进行留言。我们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了，拜拜。